比特币要直接开启上涨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 Solana 在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不错，我们的利润呢又回到了8000多美金，然后以太坊的浮亏呢已经少了很多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体呢还是获利了，或者说相比于我们之前呢前几天获利要增加了不少，或者说未结盈亏。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然后你可以拿入金的500美金，质押3天之后就可以拿到36.5美金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关键的数据。其实现在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数据，我们最值得参考的，每天都要看的，就是这些比特币现货 ETF 它每天的净流入、净流出的金额。你可以发现呢，确实没错 ，GBTC 它一直直到现在呢都有严重的抛压。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净流入啊，它呈现的是负值，简单来说就是净流出，资金在 GBTC 一直是在净流出的。那我们可以观察我们今天还有过去这几天的数据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其实 GBTC 资金净流出的巅峰值呢，峰值啊已经过了。那现在其实已经在慢慢衰退了，而且我们之前呢也有提到，在4-5天前就有提到呢 ，GBTC 其实它的抛售潮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已经快结束了。那确实啊，它截至到1月29号呢，已经流出了52亿的美金了。不过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如果把 IBIT 就是贝莱德发行的比特币现货 ETF， 还有 Fidelity 富达他们所发行的现货 ETF 流入的资金来看呢，其实啊也大约可以把 GBTC 所流出的资金呢给抵消掉。那尤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 ETF 都加起来的话呢，它的合力呢其实还是净流入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截至1月29号有1个 billion 啊，也就是10亿美金的资金呢，从传统金融市场涌入到加密货币市场，那这肯定是一股很强大的购买力量。那其实，在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呢，它会从根本改变这个市场的生态。我们过去呢观察很多传统的分析方式，或者说我们以前传统的在的这些数据都不会有现货 ETF 它的影响力来得这么大。那其实现在呢，比特币啊，由于 ETF 通过的缘故呢，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涌入，而且 GBTC 抛售的巅峰已经过了，所以其实现在呢，当然我个人是比较看涨一些的，我也绝对不会有任何做空的计划。那我们还可以观察另外一件呢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以太坊它的 GETH 它的折溢价情况啊。那当然呢，有 GBTC， 当然有 GETH， 那甚至还有很多灰度概念的主流币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谈。你可以发现呢 ，GETH 啊，基本上啊，它以前呢我的以前是指1年前啊，它以前呢是有非常严重的折价的，它的折价呢已经超越了 50%， 来到 60%。那当然比特币是 50% 了，但以太坊已经来到了60个百分点了，也就是你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呢来买入 GETH。那当然 GETH 它背后呢都有相应等值的以太坊现货作为支撑的，所以其实这非常稳啊。但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正常的方式来赎回，所以它就会产生折价。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过去的这1年当中啊，尤其在上涨的过程呢，我们 GETH 的折价呢，它逐渐的缩窄啊，直到现在只剩下10个百分点左右。那当然了，为什么会逐渐的贴近零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要观察一下 GBTC 的数据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我们在过去这1年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从负50个百分点的折价一直到现在变零。其实现货 ETF 只要一通过呢，那么就一定会归零啊，比特币就一定会归零。那当然以太坊也绝对不例外。那为什么现在虽然说还没有宣布通过，但为什么这个折价它会不断的往零去靠拢呢？其实这非常简单的，就是因为啊，大家认为会通过啊，或者说市场上认为通过的情绪是比较高的。那其实就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还有美国那边的报道呢，我们在5月中，今年的5月中，2024年的5月中呢，通过以太坊现货 ETF 的可能性啊是非常大的，至少通过的可能性绝对比不通过来的更大。那其实到时候呢，
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对市场上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直接从比特币现在所发生的模型呢就可以知道了。虽然说不能说100%，但至少10之8、9。那当然，GETH 的抛售呢也会对市场上造成影响。那我们可以从数据上呢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好，那我们再回到现在比特币的行情吧。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过去呢，它由于上涨衰竭所形成的背离已经被完全的消化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产生的背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位置MACD 它开始下降了，但我们的价格呢是在往上走的。那我们穿越到了零轴下方之后呢，现在已经产生了金叉了，在水下产生金叉，在水面就是这个零轴的下方呢，快线向上穿插慢线，那它就可以把我们前期的背离呢给完美的化解掉。就是现在背离它所形成的威胁呢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我们已经形成的金叉，其实金叉很多人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入场点的。我个人是会对这种看法比较保守啊，但至少呢，我们现在已经不受背离的威胁了。就是其实现在呢要直接上涨，或者说震荡之后再上涨都是没问题的。我走上述这两种行情，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意外。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你看随便一个反弹，我们就来到了，或者说非常非常接近我们之前有谈到44000的这个价位左右。我们今天最高点已经来到了43872了，其实已经离我们之前所说的44000的阻力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那只要比特币呢重新回到44000的上方，我对于比特币就绝对是很看涨的，或者说多头呢绝对占据了主导性的优势。那当然现在还要再等等。那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呢，现在如果我们拉一个斐波那契的话，可以发现呢它是非常巧妙、非常精确打到了 0.5 的位置， 0.5 就刚好是 0.5。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会回落，有没有可能会这个震荡呢？当然有可能，这个确实没问题。那其实我们最近的上涨跟我们观察 GBTC 它的资金流出的这个数据呢，可以完美的吻合，真的是完美的吻合。因为 GBTC 它的流入呢在减少的过程，或者说比特币现货 ETF 呈现总体来说呢是净流入的，那我们的价格就开始涨了。那我相信未来呢，ETF 它的资金情况呢，对于比特币的币价绝对会造成至关严重的影响，或者说是最严重的决定因素。所以现在上涨其实是非常合理的。那你可以想想看其实我们这波下跌，对不对？才没隔多久，我们已经收复了一半的失土了，多头已经收复了一半的失土了。那你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下跌？可能，但是我相信它跌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最大的抛压呢已经被化解掉了，而且利多出尽的这个消息呢也已经被化解掉了。所以我相信有没有可能跌，有没有可能震荡都有可能，但是再跌也跌不了多远。那现在上涨的话，我个人会抱持着比较保守一点的态度了，因为我们才经历了这么大的下跌，它如果没有进行一定时间的调整呢，如果就直接往上的话，对于盘面来说会稍显比较不健康。那只要我们的盘面它还一直站稳在40500的上方呢，那么盘面就不会有非常立即的风险。那其实对于多头来说呢，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那你说38600这里它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起涨？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这个起涨的位置呢？或者说你可以看我们在上涨的过程我们的量能呢它是没有跟上这确实也是多头的隐忧。那我个人还会再选择再等一下，或许我们一直等待的最佳时机点呢它还没有到来。那我们再切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呢它已经突破了我们前期价格所产生的高点对不对？你可以看我们这个43800，那这个点位呢已经突破了前面它在下跌反弹所创出来的高点所以我认为我们这波下跌呢基本上是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下跌告一段落，并不代表多头呢就是多头走势，因为中间还有可能有震荡。那其实震荡呢也绝对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把人磨死或把人折磨死因为我们要真正想掌握的是趋势，而不是震荡。所以我个人还会再稍微保守一点。
那当然了，我们之前是有在4万的位置有买了一些现货，这个直播都在了，这个直播都有讲过。那我们现在呢也改成是以直播为主，因为希望可以增加跟大家的互动。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